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又是加速，历史前高难道即将被突破？老同学都知道，阿哲对于特斯拉看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的观点会不会有所改变？美股12月份开门红，红得有些过火，当前的市场短线极其过热，下周容易面临调整行情。英伟达反弹受阻，是行情结束，还是又一次的上车点位？有一个支撑价位，你一定要盯好了。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现在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116期，我们还是会通过3个组成部分来讲解本期行情视频。第一部分我们会讲一下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的2个维度分析，一个是趋势分析右侧解析，另外一个是空间测算左侧技术。关于目前的市场，很明显，哪怕你是小白同学，你也知道当前在走一个加速强势的上涨行情。那么在这种行情之下，趋势分析只能作为一个右侧的交易手段，你只能够在相对风险出现时才能够发现风险。那如果在短期强势上涨，我们怎么知道目前的市场有些过热，短线容易面临调整呢？阿哲会在第二部分空间测算的环节为大家详细讲解。所以在第一个组成部分当中，第二个空间测算的点位是比较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认真听阿哲讲解。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特斯拉和英伟达的几个维度的解析，阿哲会通过空间、量能、动能资金等等技术面的方面来去做专项的研讨。特斯拉和英伟达在当下市场当中，我们怎么去操作会更好，以及它有哪些关键的空间点位、支撑和压力。最后我们会讲一下一些阿哲最近认为依旧关键的个股。那你会发现，像亚马逊，阿哲是不是3个月以来一直都有提及，而最近它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势的。那么从上期开始，阿哲有强调的一个事件，就是纳斯达克指数100指数的成分股调整即将揭晓，就在下周五。那么有2只个股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呢是 MSTR， 一个呢是 PLTR。这2只个股都是有极其大的概率能够被纳入到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当中的，特别是 PLTR， 所以当前的短线也是受到很多的关注，我们需要明确当前的一个个股方向。我们看到从防守阴之后，纳斯达克指数一直持续的上涨，当时阿哲给到的防守阴的买点是不是仿包阴线后的这根阳线，股价出现了持续的上涨。那么像现在又是一个仿包阳线，又是昨天收阴今天收阳，那么它们2者之间效果会一样吗？以及当前的市场它究竟是不是一个机会呢？我们在本期视频为大家详细讲一讲。现在我们看到趋势的分析，在市场当中，我们通过趋势线可以看到很多日常所难以去发现的右侧的信息。是不是目前的指数出现了缓慢爬升之后的加速上涨？那为什么最近会加速？最近会有跳空？阿哲是不是说过有一个强弱分界的趋势线？那么这一个趋势线呢，它是怎么来的？我们看到前方的这2个低点，这2个低点它所出现、所延伸的一条上升的趋势线，是我们当下比较关注的。因为这根趋势线呢，是曾经和另外一条向上走势的这一根趋势线组成了一个楔形，我们也可以叫做收敛的向上的三角形走势。那么这个走势当中，是不是产生过一次有效的方向选择向上，而后股价回踩，目前再次选择向上？那么阿哲在前期视频当中讲过，当股价在这2根趋势线的夹角中时，它属于一个扩上型的震荡的走势，而价格如果想要走出强势的超长的走势，那么它必须得要向上突破这一根趋势线。那你会发现最近以跳空的方式非常强势的站上，所以股价目前处于一个短线加速行情。那么短线加速行情，有同学会觉得那不挺好吗？对，短线加速会有短线的极多的利润产生，但也会面临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加速它不可能一直的加速，它总会有衰竭的时候。像前面这一轮上涨也是短线加速，那是不是衰竭过后就会面临调整？而调整有时候它不比上涨加速时弱多少，
所以这一轮如果是短线加速，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未来这一波下跌它何时会产生？那么什么时候风险会出现？那么这是我们下一部分空间测算会告诉大家的。而当前从趋势线的角度，你完全可以以下方的这一条趋势线来做右侧的持股，从低位防守阴线突破之后作为买点，股价一直上涨。那么如果你是订阅粉丝观众，你会知道阿哲在粉丝群组当中一直说的是看涨，直到昨天也是看涨。那么从目前走到这里，右侧持股其实不难，我们只需要把这一个趋势线画好，只要它不跌漏，那么我们就认为它会沿着这个趋势线一直的右侧上涨。当然呢，这里因为前期是左侧的一个加速，所以右侧我们要当心的是，它有可能不会轻微的跌破给你离开的机会，它有可能会快速的下跌，以急跌的方式，比如说像这种急跌的方式去出现一个调整的结束，急跌的方式来做一个调整的开始。所以右侧的持股方案是难以去应对这种短期快速的急跌见底的。有时候急跌产生时，你右侧卖出了，可能就是一个低点。所以在上涨行情，特别是短线加速时呢，我们通过左侧上涨高抛，慢慢的减仓获利了结，而后将剩余仓位以右侧的方式离开了结，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案。在了解了右侧的操作方案之后，阿哲今天的主题还是要讲一下左侧从目前的上涨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发现市场到了这里是一个风险的区域，你的仓位不应该继续持续的去增加，而应该去了结。我们接下来会讲一下空间的左侧的观察。如果你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希望给阿哲的视频照常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阿哲的创作。如果你是一位新同学，那么接下来内容阿哲相信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收听视频时可以点一个订阅，加入阿哲的一个粉丝团体。点击订阅之后，如果你想要阿哲以后每期视频在发布时都通知到你，你也可以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后的铃铛按钮，点开全部铃铛，那么以后阿哲的视频、阿哲的直播，你就可以每一期都能够收到阿哲的发布通知了。那么感谢新同学的订阅，老同学的点赞。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二部分空间的测算。所谓的空间测算是阿哲在10月初时一直就开始使用、开始计算以及公布给订阅观众的一个方法、一个技巧。每天阿哲在盘前都会算一下日内纳斯达克指数它的强弱空间范围。我们看到这里，像这一个信息呢，是专门提供给我们的粉丝订阅观众的。只要你订阅了阿哲，那么至少你会有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都能看到阿哲的这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呢是在 Telegram 当中，大家只要添加了助教，就有机会能够领取得到每天的盘前点位预测。看到这里，我们看到12月5号和12月6号这2则信息呢，就是在阿哲前2天所在盘前所发布的。那么这一个价格的预测点位，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可以告诉你市场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当天的上涨，如果涨超过这一个高点的预测点位，那么说明股价的涨势是强势的，纳指后续是看涨的。那如果有一天纳指在盘中跌破了阿哲所预测的低点支撑，正常的下跌幅度超出了这个幅度，那么它就是看空的，以及空方呢会比较强势的。所以你会发现最近纳斯达克指数它都没有下跌破位，所以阿哲的观点呢，在空间上都是看涨的，继续看涨，继续看涨。那么从这一个角度，我们去观察目前的指数。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每一根 K 线下方呢有一些颜色的点，那你会看到的红点，它就是当时这一天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阿哲所预测的日内低点，所正常应该下跌的空间点位的时候，它就是显示红色的。如果当时的收盘价突破了预测的高点，那么这一天它的 K 线底下会显示的是一个绿色的。那如果是没有颜色呢，就是当天呢没有突破也没有跌破。比如说这一天预测的高点在这里，没有收盘突破，预测的低点在这里，也没有收盘跌破，所以这一天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区间波动，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那么我们会看到市场出现跌破之后就是风险的区域，而如果市场呢出现了突破之后，股价就是一个机会，等到再次跌破才是风险提醒。但如果跌破之后又是出现了高点突破，那么这一天大概率就是洗盘砸盘。那么是不是直到目前为止股价一直上涨，一直的加速，而一直都是以绿点为主，以突破日内高点为主，所以多方是很强势的，没有一天有红点的出现。所以当下通过这一个左侧的空间计算，日内的正常运作、正常观察的话，目前也是看涨的，并且昨天又是一次强势的表现。而我们看到图中，这里有两个数值，这两个数值呢，就是阿哲平时会在盘前所发布在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的这两个点位。如果你是还未在群组当中，或者说你今天才刚刚认识阿哲，那么你可以把这两个点位呢记住，因为阿哲觉得接下来下周的行情比较关键，所以呢就在本期视频当中先把周一的点位给到大家，以防大家呢可能你没有订阅阿哲，那么哪怕如此，你也可以知道下周一有一个关键的防守位不能被跌破，这个价位是19797.1，那么纳斯达克指数下周一不能跌破这个价位，如果跌破了就会出现红点 K 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险将容易出现。那如果没有跌破，继续突破，或者说在这个区间内就依旧看涨，依旧是正常的。所以如果你是订阅观众，那么也记得呢，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找到阿哲的置顶链接，它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你添加之后呢，你基本上每天的盘前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发布这条信息，你就可以得到。那么现在这条信息的点位，阿哲就先放在这里，但是周一如果没跌破，那你要看一下周二、周三、周四，每天去跟踪这个点位，直到跌破，它就是风险的出现。那为什么当前依旧是突破了预测的高点，是强势的？但阿哲你要说现在是一个风险，是一个左侧市场过热的阶段呢？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一个红点绿点，这一个空间价位的更进一步的使用方法了。我们知道跌破预测低点是一个红点，是市场的风险，是空方强势。那突破了预测高点就是绿点，它是多方强势、空方强势的表现。但你可以注意到，就有时候红点出现不代表一定会下跌，红点后如果是绿点，红点后如果继续上涨，那么说明它是一个洗盘砸盘的动作。那同样的，有时候在股价上涨出货的时候呢，它也会有绿点的出现，以及呢我们说过多方的强势它不会一直延续的强势，空方的弱势呢，那它也不会一直的弱势，总有一个红点会见到低点，总有一个绿点会见到高点。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图表当中呢，阿哲把绿色的点特意的单独的拎出来了。你所看到的，当 K 线当中出现了绿点，那么说明当天阿哲预测的高点是被突破的，说明多方是强势的。就如同阿哲刚才所说的，绿点强势就一定未来会看涨吗？也不一定。那你会发现的是，很多时候高点的这根 K 线是否底下也有绿点，高点的 K 线底下也有绿点呀，包括这一天加速这个地方也是有绿点的。那你怎么去确保那么这一个绿点它不会是高点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当绿点出现，说明多方强势，说明当天的预测高点被突破，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位置，它所处的价位是低位还是高位，以及多方的强势会不会由盛而衰，由强转弱，这个绿点它会不会是顶部的绿点。那么现在阿哲给大家分享一个技巧，最近所发现的目前这一波纳斯达克指数行情当中的涨跌规律。那股价如果是低位所出现的绿点，大概率呢行情后续是有机会的。但如果出现了连续的绿点，连续的绿点的抬高，比如说像这里它抬高了1次、2次、3次、4次、5次、6次，连续6次的绿点抬高，最后这一个第6次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高点，所以我们在看到股价出现了后续的下跌。那么如果发现收盘价是降低的绿点，就不作为计算之内。那股价有效的出现一波下跌之后，从这个低点开始，是不是又出现了绿点抬高？这里是1、2、3、4、5、6，
也是一个低点到一个关头阴线的位置出现了6次的绿点的抬高现象，而这种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就容易是一个高位，容易是一个短线上涨之后需要面临回调的点位，又是绿点见到第6次之后成为了一个高点，而后展开回调。我们再往后看，当股价后续回调之后，是不是这一天又是一个绿点？1、2、3、4，那5会是这一天吗？并不是，因为它的收盘价比上一个绿点是降低的，所以这一天呢就不算。那股价呢又再次上涨，那这一天是5，这一天是6，从这个低点的1开始到了6的绿点，又出现了需要调整的短线行情。那你会发现这里的高点是6，这里是6，这里也是6。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时候呢不一定能走到6，像这里是1、2、3次之后没有第4了，然后股价调整，这一天是一个红点 K 线啊，股价后续呢是下跌的。那从这一个有效的短线调整之后，股价这里重新上涨，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有新的绿点？这里是1、2、3、4、5、6，所以像这一根 K 线已经是目前从这个低点开始第6次的涨到第6个绿点，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已经属于左侧空间战法当中的什么呢？鱼尾阶段，它已经是一个鱼尾阶段。所以阿哲在最近经常会讲到，这里的上涨从左侧来说就是获利兑现、冲高兑现的阶段。那么这也是阿哲为什么在今天行情视频当中认为的下周容易面临调整，当前短线市场已经过热。在第6次绿点之后，我们可以左侧操作是逐渐上涨、逐渐高抛。那么对于右侧持股来说，你也可以等待红点 K 线的出现。如果周一跌破这一个价位，那么红点出现意味右侧也应该出现了结。那么更为右侧的就是刚才所讲到的那一条趋势线了，趋势线跌破也可以作为右侧的了结信号。这里大家要记住，阿哲所说的风险、所说的机会，基本上在行情视频当中讲到的更多是短线的风险。听到这，如果你还未订阅阿哲，那么可以赶快点一个订阅，因为在后续呢，阿哲会在 Telegram 当中不断的分享每天美股盘前的这些重要点位，你可以去每天关注，直到市场跌破这个预测低点产生右侧风险为止。那么订阅粉丝观众呢，除了以上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之外，阿哲呢还有粉丝群组以及呢每天的内部直播。粉丝群组的话，是阿哲专门去设立的一个 Telegram 的群组，而这个群组当中都是阿哲的订阅观众以及爱学习的同学。注意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你要加入粉丝群组的话，你除了是阿哲的订阅观众之外，你后续在内部课程的学习当中，你至少要参与一次作业的完成，才有可能让大家去申请加入粉丝群组。因为粉丝群组它的人数有限，那为什么要控制好人数呢？因为如果人数多了，助教老师就不好管理，也不好跟踪大家的学习情况。所以能够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的，肯定是爱学习的，并且是阿哲的订阅观众。那如何去完成一次作业也很简单，我们在内部课程当中，基本上每周会有5节内部课，你只要听完1节，完成1次作业，就能够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去学习，我们一起交流。在下周会有5节课程，这5节课程会兼顾时间、空间、量能、价格4个维度的知识点。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这5节课程之后，对于价量时空有一个自己的思维分析方法。那同样的，这5节课程每节课程都会有老师布置课后作业，那你只要完成1次，那么就可以在助教老师的邀请下进入到粉丝群组。以上第一部分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趋势和空间的分析，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有所参考。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个股解析。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分析的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的各个维度的技术分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在前期阿哲呢是有发布过几个空间点位的测算，而在近期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308.19 以及呢 338.27 还有 361.73。那么 308.19 是在此次的回撤当中给了我们一次低吸的买进机会啊，是一个止跌的买点。
而股价在突破了前方的这2个区间之后，是出现了一个徘徊震荡，出现假跌破，假跌破之后出现止跌阳，这一次是阿哲再一次提醒的一个买入机会，是一个假跌破的买点，所以这2个低点呢是能够去把握到的。那么阿哲在前期有一次呢是把握失误的，是这一根阳线，当天这根阳线呢是一根仿包阳，强势仿包阳，而且有止跌的现象，所以这一天呢是相对来说出现了一个骗线的假买点，而这一天阿哲呢也是中招了。当第2天呢是一个负线，是2次的去试探 361.73， 你看发生了再一次的回落，当天呢是一个负线，然后股价调整，这一天呢我们会出现略微的亏损离场。而其实你会发现的是，特斯拉通过空间的战法提供给我们的买点是不多的，这里是第1次、第2次、第3次，那么3次里面有2次是成功的，而且利润都不少，那么有1次呢是骗线行为，后续是回落的，可以需要去止损。那么阿哲在上期视频有讲过 361.73 已经是1次、2次都没有突破成功，这是第3次，第3次如果不能突破成功，那么就会走弱，我们说的是事不过三，而很明显在第3次的上涨当中，它已经有效突破，它不止突破，它还加速的去突破了 382.26， 这也是预示着 361.73 是有效突破的一个原因。因为正常来讲，对于 308.19 我们前期的这个价位，当时我们说它是有效突破的，因为它是一根大阳线后而后继续加速，这样子回踩时它就是一个强支撑。而 308.19 只要是有效突破，那基本上股价对于上方的这个区间就会很快速的能够去扩展去达到。所以 361.73 为什么说它是有效突破呢？因为它突破之后就加速了，突破之后呢就快速的把 382.26 也给收盘突破了，所以 361.73 绝对是有效突破。那么既然这一个价位是有效突破的，那么它的压力，前期的强压力连续突破了2次还不能突破过去的强压力，它目前就变成了强支撑。而股价目前对于 382.26 有效突破吗？目前来说还不错，实体过半，有一个足够的阳线，而且是跳空的高开高走，比较强势。所以当前呢，对于 361.73 我们认为是有效的，股价后续如果敢下来，敢到这个价位，敢再次回踩，你就要敢去买进。那如果它不下来呢，那么我们就继续持股待涨即可。对于 382.26 会不会有效的突破，要看一下这根 K 线之后的反应。如果对于 382.26 是有效突破的，那么306，对的，这是一个新的价位 306.71， 它也将会快速的去扩上，快速的扩张，股价呢会快速的去触碰这个价位。如果它是有效突破的，那如果它不是有效突破的，那将会短线再次的回撤一下 361.73。 这是关于特斯拉的空间价位上的一个使用和它的一个新更新，我们更新的最新的价位不是前高，而是前高之下的 406.71。 阿哲认为呢，这个压力如果能突破，那么前高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我们再看到量能，那为什么上期视频阿哲说这里大概率是洗盘呢？我们是不是说过成交量能够给到我们挺多的帮助？为什么要去学4维的操盘术？你的交易当中纬度越多，你越是观察的更多，你所得到的一个信息就越多，并且准确度也会越高。那么这里是不是背量？背量之后没有跌破，那么这种下跌就是洗盘的概率更大。背量之后有加速的可能，但这种概率比较小，那股价后续是不是也没跌破它的低点？那包括从这个低点上涨以来有几次背量啊？你发现没几次背量，也就3次。那第3次就是阿哲上期视频所讲的这一个背量，那它的低点是不是也没被跌破？那既然没有被跌破，那后续股价就依旧还能看涨，它就是洗盘。那这里是洗盘，这里是洗盘，这里它也还是洗盘。所以通过成交量的背量，它的防守位告诉我们它这里是洗盘。那么现在成交量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成交量叫什么量？我们说成交量有量能因子有7种，叫高低平背 T 缩金，而这一个就是7种量当中的平量柱。
平量处就是今天的量和昨天的量基本上看不出差别。如果你不去看具体的数值，你说阿哲哪天的数值比较高呢？你是看不出来的。从图表当中基本上是一样的，持平。那么这种量能就叫平量柱，而平量柱它代表是市场当中出现了一种停顿的量能，出现一种方向性的判定的量能。这种量能的出现意味当前的方向将面临再一次的抉择。如果平量之后依旧是上涨的，那么则意味着这是个中继，股价后续依旧会上涨，甚至是加速的上涨。而平量柱之后股价上涨平量时遇到加速的可能是很小的概率，那么这一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平量之后大概率上涨平量容易见到是调整的高点，下跌平量易见到的是调整的低点。平量它更多的是拐点的效果，那目前的这个平量它走拐点的可能性，走一个小回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加速的可能性会偏小一点。从右侧来说我们依旧看涨，但从左侧来讲，这个地方它调整也是有机会的，但是哪怕调整，我们说了 361.73 也还是机会为主，只要不跌破 361.73 就依旧是回调的机会。现在大家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么它呢每根 K 线下阿哲也标记了红点和绿点。红点呢照样的它是跌破了日内预测的低点，绿点就是突破了预测的高点。绿点代表多方当天强势，红点代表弱势。那么价格的走势我们依旧是如此去看的，红点就是弱势，绿点呢就代表强势，可以看多。那么股价的绿点它的产生不一定每次都是最低点，但是一旦有强势行情的产生，往往它会让你及时的把握。像这一轮加速，你可以在这一天知道多方走强，前方的调整到这里大概结束。那包括这一波调整也是的，红点开始调整，绿点调整结束。包括这个地方红点意味着本次上涨有风险出现，而股价调整遇到绿点之后，是不是行情开始走为强势？如果市场出现了上涨当中的红点快速转绿，我们说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资金的洗盘砸盘行为。绿点意味着行情将再次启动，这是我们在上期视频也去讲过的动能 K 线。而股价目前的动能依旧是没有减弱的，特斯拉最近3天是一直突破了预测的高点，多头一直是强势的，所以从动能上讲它也没有太多的问题。而从低位来看，我们来算一下，之前这一轮上涨它是1次、2次、3次、4次、5次，在加速过程当中它是5次绿点，比较容易见到风险。而像这种短线弱势的话呢，一般就是3次了。而当前的特斯拉1次、2次、3次、4次、5次，在低点上涨以来已经是到了第5次，再加上成交量的平量，所以目前这个地方呢还是略微要有所小心的。如果在下周周一的时候出现的 K 线不是一个强势 K 线，而是阴线或者说是10日线等等的转弱 K 线，那么我们再结合成交量的平量，这里就要特别的关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一个指标叫 BBD 呢是资金指标，看的是短线资金。我们曾经有说过怎么去用 BBD 啊，你要看一下市场当中的资金的变盘点，市场的这一条线啊，这条蓝色线它是资金的强弱轴，当出现了有资金在上涨当中上穿了资金轴，那么这一天就是关键的 K 线，它就是市场强弱的分界。如果上涨出现的这根 K 线它后续被突破，那么在它之上就都是多方强势，在它之下呢就说明多方弱势。那比如说像这一天啊也是强势的上穿，那么它也是一样的，在它之上属于多方强势。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到最新的后续的这一轮行情走势当中，是不是都没有出现上穿的资金轴啊？有下穿的但没有上穿的，直到最近的最新的这根 K 线，它也是资金的变盘 K 线，跟前面2根同样的重要。那么这根 K 线它会不会继续股价运行在它之上呢？如果跌破它的低点，就说明这个地方它将是从前面低点上涨以来首次跌破关键 K 线的一波行情。那么只要在它之上就是看涨，
只要在它之上，就说明行情没有问题。那如果股价在这一根 K 线后出现下跌跌破呢，我们就知道了，资金柱告诉我们，这里将是一个风险。所以小的风险就是简单的调整，大的风险呢是调整还把它给跌破了，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以上阿哲通过空间、量能、动能资金对特斯拉进行了一些解析，那么其中的一些关键点位，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注意。那接下来呢，阿哲讲一下有关于英伟达的解析。英伟达市场的走势是不是出现了一波下跌后的反弹行情？那么从趋势线的角度，我们前面看到这里3条不同斜率的趋势线，其实已经被有效的跌破了一条，也就是最上面的这一条。有效跌破一般会伴随下跌后的加速，亦或者是下跌反弹而后再次破位。而目前第2条趋势线呢，它还没有完全确认有效的跌破，因为跌破之后股价没有加速下跌，同样的价格衰竭之后，还在第3条趋势线中出现了止跌支撑而后反弹。那么我们说怎么去确认这前面的跌破是有效的，就是它反弹能不能够突破之前跌破的趋势线。很明显，目前虽然站上了 141.1， 但是价格呢还没有去突破这根趋势线，在趋势线之下走了一个顶分型，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它已经产生了一个趋势线的压力。这个压力如果持续，那么就验证前期的破位是有效的破位，而这一个破位有效，那么下一个趋势线能不能够撑得住就是未知数。我们看到昨天这一根英伟达的阴线，它的最低价格是 141.31， 而前期给到的价格是 141.1 作为支撑，而目前这个支撑位呢，它还是有效的，因为这一个回撤相对来说比较精准。我们说对于空间价位的精准回撤，意味着支撑位它同样还有价值有意义。那假设如果在出现了趋势线的压力之后，它不能够有效支撑，而是把 141.1 也跌破了，那这个地方它就要继续回撤一下下方的这一条第3条趋势线。这条趋势线能否再次止跌呢？未知数，我们就要看一下价格表现。所以从趋势线来说，目前就是一个受阻回落的过程。那除非呢，这里的 141.1 能够守得住再次的上扬，特别是能够快速有效的突破上一条趋势线，那么这个地方英伟达就没有问题，依旧还有上行空间，甚至再创新高都不是什么难事。而在141之上，还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关注的，这附近为什么阿哲认为很重要呢？还有一根阳线，这根阳线底下的量能，它是近期的一个小高量，那么它同样也在141附近，所以这个地方的价位空间是不能跌破的。如果跌破，基本上英伟达再次启动的可能性就比较低，而不跌破则说明这只是一个回调。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而下方呢也还是 BBD。现在阿哲就把近期的英伟达关键的资金轴穿过的 K 线标记好了，我们把它的区间画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它之下我们应该看空，在它之上呢有做多的机会。而股价如果要看涨，强势的上涨，那么一般这种资金的 K 线会被快速的突破。而当股价走弱时，这波上涨何时会见到高点呢？如果上涨后的资金 K 线上穿的这一天被跌破而不能突破的时候，往往就是风险。那我们看一下最新的资金上穿的 K 线是谁呢？是这一个10日线的位置，而这根10日线的位置目前被初步的跌破，没有突破，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风险，多方应该在这里出现撤退，而空方你有机会在这里产生后续的下跌。那除非这一个跌破它不是有效跌破，怎么判断有没有效？它跌破之后后面的下跌会不会加速，以及跌破之后会不会止跌？如果它止跌而快速的回归甚至突破这一根10日线的高点，我们就认为前方是假跌破，后续依旧在此之上看涨。那如果它一直在这之下呢，多头就不要随便去碰英伟达了。这是根据资金层面我们去看到的关键 K 线。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讲 P2TR， 我们为什么去关注它？阿哲呢在前期视频和在本期视频的开头都讲到了，
因为它即将有很大概率被纳入到纳指100指数的成分股当中。那么 67.31 呢，它已经被突破，这是阿哲首次给到大家的一个压力位。这个时候啊，当时它还在这个地方，如果没记错的话。而这一天突破之后，阿哲说到后续的压力位会比较远。那么因为它最近走了连续的上涨，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上方的压力位是 84.08， 也可以作为一个目标位。当前的价格已经在这2个目标当中走了一半，所以阿哲呢就把这个目标位呢写出来了。之前我们说离得会比较远，那么为什么比较远呢？因为有10几个价格的区间，那么现在已经是在靠近了。那么根据空间战法的特性，一个有效的压力位的突破，那一般的空间会打开到下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在这2个压力位当中，阿哲觉得没有其他特别重要的有效的压力位，所以按照正常的动能来讲，它呢可能不会一步到位走到 84.08， 只要在回撤当中不出现特别严重的破位现象，那么 84.08 呢是大概率会去挺进的。所以 P2TR 在下周五之前，我们认为还是有涨幅可期待。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苹果的压力位测试，目前来看是有一些机会能够扩展到上方的空间，因为我们前期给到2个位置是 242.064 和 239.883， 那么这2个位的压力是阿哲认为从低点波段上涨以来所遇到的一个容易见到波段高点的区间。而现在呢，已经出现了连续的4天的突破。我们说33原则，3天突破 3%， 而当前在空间上是没有满足的，但时间上呢是有所满足。时间上呢已经是4天站上，所以这个地方慢慢的有所要突破的感觉。但可惜呢，还没有出现明确的强势的方向 K 线，一根反包阳线，或者说是跳空高开的动作是没有的，所以当前的多头还不强。甚至呢有顶分型的构建的可能。在昨天的这一根10日线当中，最低价是 242.08， 前方的支撑是 242.046， 这一个压力位慢慢的有支撑的效果，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只要不重新跌回到这个区间，在这个地方就等一个启动信号，可以重新看涨苹果。而当下还待确认，依旧是一个观望观察的区间，波段投资者到这里应该逐渐的了结仓位，等待下一次买进的机会。现在我们看到 MSTR 它和 P2TR 有所相似，因为它呢也是近期被说有可能被纳入到纳指100指数中。那么关于它我们也要去有所关注，特别呢它还是一个比特币概念个股。比特币呢在最近是突破了10万美金，而有关的个股我们可以去有所关注，是否有新的一轮行情的产生。从资金角度看，前方呢是不是有上穿的一根 K 线，上穿之后股价出现的是什么呢？快速的突破，所以产生了行情。而股价下跌时呢，我们可以关注的是下穿的 K 线，这一天下穿了，而它也见到了一个低点，股价没有跌破，反而产生了向上的波动，但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突破，因为突破了一次之后又重新的跌落了，而后震荡。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到这一天是什么？这一天是资金由红翻绿之后的反包阳线买点。当这一天的买点，第2天除了大幅高开之后就没有利润了。当时还出现了什么 K 线？出现了一根负线。我们把负线打到屏幕当中，是不是最近的 MSTR 是出现了3次的负线？我们说出现负线之后，你要注意它会是一个出货呢，还是会是一个买点的形成。一般出现了负线之后，股价的第2天要去关注。这一天如果是止跌的，是最好的。它的高点只要能够被突破，就意味着前面的负线仅是砸盘而已，仅是一个洗盘，价格还会有行情给到你，依旧有多方的利润。而如果负线之后股价的 K 线不能够突破，那么就不要随便的再去做多了，后续还会调整。那么现在 MSTR 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涨方式，出现负线这一天一般是要卖出股票的，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出货呢还是砸盘呢。那负线之后的这一根 K 线是10日星，好现象，是止跌 K 线。
那么价格只要能够站在它之上，股价收盘收在它之上，就意味着负线大概率是一个砸盘，而价格的收盘站上就是一个买点，我们就可以看涨。如果没突破它的高点之前，就千万不要随便的买进。MSTR 呢和 PLTR 有所不同，它呢还没构成一个比较好的确定性的买点。上次买进之后依旧呢要去卖出相对的止损一部分。而后我们看到 Coin 其实也是如此 ，Coin 呢也是在近期出现了连续的负线，它还多出现了一次。看到这里，这是一个负线，股价后续突破有一定的行情利润。这是一个负线，股价后续没能突破它的隔天 K 线。这是一个负线，价格后续突破了，但是第二天又是一个负线。所以当前的比特币概念股，你会发现操盘的一个方式有所改变，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把握到利润了。而在负线之后的第二天，我们依旧可以把它高点作为一个关键的进场线，价格突破作为进场。当下呢要小心负线它究竟是出货呢，还是一个砸盘。而从 Coin 的角度依旧是上行的，所以这个负线是洗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通过下方的资金看，它是不是上穿了蓝色轴，前方这里上穿了蓝色轴之后，价格是不是突破的，没有跌破，所以是一个看多的行情。而现在呢，市场当中又出现了资金的上穿，那么它的高点就应该要被突破，它的低点就不能被跌破，跌破着这里是风险的产生。我们再看到 MARA， 它呢也是出现了负线，它的负线在最近出现了2次，像这一次负线出现之后，高点是没有被突破的，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负线，而且它不只是负线，它还是一个晕线，或者说是一个刹车键。我们曾经说什么叫做晕线，就是股价这一天的所有价格，包括它的最高点、最低点，所有价格被昨天的这根 K 线的实体完全的包含住了，叫做晕线。那么像这种晕线怎么去做交易？股价出现了晕线之后，同样的，它昨天还是负线，那么基本就是个共振的买点。价格如果能够突破这一根 K 线的高点，那它不只是负线买点，也是晕线的买点。所以 MARA 呢也是如此，等待它的突破。像 MSTR、Coin、MARA 都要关注昨天的这根 K 线。昨天的这根 K 线，如果最高点能够被收盘突破，谁先突破，谁就是目前短线比较强势，谁先突破，谁就可以成为接下来的买入机会。最后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在最近的连续上涨当中，我们是不是在低位通过这一根突破 K 线提供的一个买入机会？包括这一个晕线突破，是不是又是一次买入机会？而它虽然在后续出现了三阳小顶模型，但是没有跌破，而是一直突破，直到这一天还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阳线。所以目前的上涨，像亚马逊是比较强势的，但是亚马逊的上涨从空间价位来说，走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因为阿哲所测算的一个目标位大体也是226左右的空间大体呢是226就是这一个价位，它已经突破了。所以呢，这个空间价位它能不能有效突破呢？我们是比较不确定的，因为它这根阳线的实体大部分呢在226之下在之上呢比较小，所以现在虽然是强势阳线，但是阿哲觉得从低位突破买进，从晕线突破加仓走到这里，其实这波行情的利润是足够的多了。所以当前的行情，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动能 K 线，它是不是走了多少个绿点？1、2、3、4、5、6，也是有6个绿点的，跟纳斯达克指数差不多。当一波市场是强势的上涨，那么6个绿点的位置基本上风险是蛮大的。像前面这里，当股价出现了1、2、3、4、5、6，6个绿点，从这个低点砸盘后开始算的话，6个绿点它也容易是一个多方衰竭的地方。那么我们从这里开始，它也是连续的6个绿点。那么像这一波行情的走势也是很强势的。那么走到这里呢，也相对来说要小心一些。它是一个获利了结的区间，但它可千万不要是去追涨的区间。这是关于亚马逊。以上就是阿哲在本周对于美股、纳斯达克指数以及特斯拉、英伟达等等热门个股的行情解析，希望对大家呢能够有所帮助。
当前的短线气氛有些过热，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恢复理智，不要过于的抱有追涨的情绪。在下周短线行情虽然不是100%会陷入到调整，但是阿哲认为呢，概率性还是蛮大的，所以当前左侧获利了结是不错的选择。而右侧的话，你也可以最晚等待一根下跌 K 线的明确信号，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